Hello， 大家好，我是惠子，今天来讲一下宝可梦剧场版。故事源于一个古老的噩梦传说，一个是能够掌控时间，凭借自己操纵时间的流动，从而能移动到过去和未来的时间之神；一个是掌握空间，能够凭借自己操纵空间的连接，从而能移动到远处的异空间的空间之神。本不可能碰面的两种存在，竟然在某个时空的缝隙中相遇了，时间与空间互相碰撞，导致一切事物开始崩溃，直至世界毁灭。这段传说被一个名叫高地的著名建筑家记录在自己的日记里，而此时读日记的正是高地的曾孙东尼欧。没想到噩梦成真，本不可能相遇的时间之神蒂亚卢卡与空间之神帕路奇亚居然在时空夹缝中碰面了。他们似乎也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擅自闯入自己的领地，因而大发雷霆，交战一触即发。帕路奇亚正面硬吃了蒂亚卢卡的一发时光咆哮，因而受伤，所以远遁。蒂亚卢卡尾随追去，两只宝可梦的身影消失在远方。而在时空的另一边，小智、小刚和小光一行人正前往白羊镇参加宝可梦华丽大赛。兴致冲冲的小智与小光二人发现白羊镇在湖泊镇中央的时候，顿感心力憔悴。还好遇到了白羊镇的爱丽丝小姐姐。爱丽丝小姐姐的爱好是音乐，但偶尔也会利用热气球当导游。碰巧遇见了小智一行人，便载着他们前往白羊镇。爱丽丝可以通过草地与鸟类宝可梦交流，从而得知气流的流动情况。在热气球上远远望去，能看见一座巨大的建筑，这便是宝可梦华丽大赛的举办地时空之塔。就在这时，突然时空某处传来一阵异样的波动，震得热气球摇摇欲坠。爱丽丝解释说，最近白羊镇情况不太对劲，莫名出现波动，但又不是气流造成的。为表歉意，爱丽丝决定带领小智等人参观城镇。爱丽丝带领他们来到了高地建造的宝可梦生态庭院，里面栖息着许多宝可梦。小智一行人也释放了所有宝可梦，并让其自由活动，但紧接着便因为一点小误会造成了混乱。宝可梦们一开始争吵，爱丽丝就用草笛吹奏了已故祖母教给她的乐曲，这段沁人心脾的旋律平复了他们紧张的情绪。紧接着，一只艾露雷朵跳到众人眼前，爱丽丝猜测她感觉到了异常。与此同时，艾露雷朵示意小智一行跟随她。三人组收回了自己的宝可梦，并跟随艾露雷朵，在一个有树根已被损毁的台柱的地下小庙前停下。艾伯特男爵从地下走了出来，声称这些断柱是由达克莱伊引起。小智与小光对达克莱伊这个名字感到疑惑，而小刚想起达克莱伊是会引起噩梦的宝可梦。就在这时，所有人都听到附近的灌木丛中有响声传出。艾伯特男爵随即命令大蛇舔使用破坏死光攻击灌木丛。东尼欧尖叫一声，摇晃着走出了灌木丛。爱丽丝大惊失色，赶紧冲上前去为东尼欧疗伤。爱丽丝介绍东尼欧给小智三人认识，而男爵则借机跟爱丽丝接近，并暗示两人将要成婚。在场的人都为这一幕感到惊讶。爱丽丝义正言辞地拒绝，并跑向东尼欧，郑重声明她喜欢的是后者。诡异的时空波动再一次出现，正当大家迷惑之时，艾露雷朵与皮卡丘发现了远处的异样，众人目光追随而去，达克莱伊终于出现了。不许到这里来，达克莱伊似乎是在警告谁。不以为然的男爵立马下令大蛇舔对其攻击，达克莱伊闪避后以黑洞反击，大蛇舔以一种诡异的身姿避开了攻击，但小智却成了受害者，陷入了噩梦之中。噩梦中，小智还是站在原地，周围环境暗沉，毫无生机。虚空中的帕路奇亚对小智发起了攻击，小智这才意识到这是达克莱伊制造的梦境。达克莱伊出现在了小智的面前，小智想派出草苗龟应战，但已经扔到空中的精灵球凭空消失了。达克莱伊渐渐融入地面，皮卡丘出现在了远处，正要被深渊吞没。小智冲向皮卡丘，一跃而起，抱住皮卡丘，试图救起它。失败后，二者一同落入了无尽深渊。小智随即被皮卡
丘的电击唤醒，原来众人早已把陷入噩梦的小智送到了宝可梦中心养伤。当夜，东尼欧再次翻阅了曾祖父的日记，成功获得了更多信息。他发现达克莱伊在多年前曾对爱丽丝的祖母敞开心扉，自那之后便住在了花园中，高地也目睹了其间的部分事情。与此同时，3位火箭队扮演的电视台记者与艾伯特男爵见面，声称要拍摄男爵击败达克莱伊的纪录片。次日清晨，小智一行在爱丽丝的带领下来到了时空之塔，与东尼欧见面并了解了更多信息。为了了解时空之塔的发生原理，他们还登上了塔顶。在小智一行人刚离开时空之塔后，塔顶之上出现了一个空洞，转瞬即逝，随即大量的冲击波扫过整个镇子。东尼欧决定对突然的能量爆发进行研究。之后，达克莱伊在庭院中再次现身，并与小智发生了遭遇战。达克莱伊愤怒地将围攻他许多的宝可梦打入噩梦，而东尼欧的实验这边在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后，东尼欧发现这次爆发源自于传说中的宝可梦帕鲁奇亚，因为一个未知的原因强行进入了他们的空间。小智和男爵追逐达克莱伊进入了一个幽暗的小巷，达克莱伊借机对男爵的大蛇舔发动了正面攻击，并使其失去战斗能力。而在此时，男爵突然在小智与火箭队面前变成了大蛇舔。之后，许多鬼影一样的在先前陷入沉睡的宝可梦们在镇子里四处飘荡，事情变得愈发诡异。在宝可梦中心聚集了所有的宝可梦，白羊镇慢慢被大量不可清除的白色浓雾笼罩，这使得所有尝试离开镇子的人和宝可梦都被逆转而再一次进入小镇，并让他们无法逃离。男爵仍坚信这是达克莱伊一手造成，东尼欧却极力反对这个观点。所有训练家在男爵的带领下围攻达克莱伊，但小智一行则相信东尼欧，没有参加行动。由于达克莱伊救起过从悬崖上跌落的爱丽丝，东尼欧认为她是善良的。东尼欧讲起他们二人在花园中游玩时，爱丽丝被绊倒并从悬崖上摔下。东尼欧跑向爱丽丝时，达克莱伊的身影突然冲出，救下爱丽丝并抱到草坪上后突然消失。听到这里，小智一行终于相信这场大混战并不是达克莱伊造成的。东尼欧仔细分析了各种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终于发现时空的扭曲和精神化的宝可梦影像的出现是由帕路奇亚侵入了领域而造成了多维度的干扰。当晚，东尼欧发现帕路奇亚正在塔顶休养，正在与男爵战斗的达克莱伊转而决定攻击帕路奇亚。小智突然意识到达克莱伊曾试图在噩梦中对他透露帕路奇亚会侵入他们所在的空间的事实。随着达克莱伊和帕路奇亚的战斗，帕路奇亚将整个小镇带入了自己的空间维度。但当帕路奇亚想要攻击达克莱伊之时，蒂亚卢卡出现并同时对二者发动了攻击。随着时间与空间持续的碰撞，小镇在空间中不断化为虚无。达克莱伊一直试图挡开双方并把他们赶出去，却遭受了蒂亚卢卡与帕路奇亚的同时攻击。小镇中的人们借机疏散进入了花园。在东尼欧朗读日记中的一篇文章时，爱丽丝听到了奥拉席翁一词，这正是他先用草笛吹奏的乐曲。东尼欧指出，奥拉席翁能够平息最强烈的愤怒，他们意识到必须利用时空之塔的乐器化解蒂亚卢卡和帕路奇亚的仇恨。在发现奥拉席翁的音盘后，小智、小光、爱丽丝和东尼欧开始乘热气球赶往塔顶。在半空中，蒂亚卢卡对站在气球和他之间的帕路奇亚发动了时光咆哮，帕路奇亚闪开了攻击，使得气球暴露在攻击之下。虽然达克莱伊立即上前挡下大量攻击，但在蒂亚卢卡和帕路奇亚掠过气球时严重破坏了气球，小智和小光二人只得步行登塔。蒂亚卢卡和帕路奇亚的战斗仍在持续，双方都在积蓄力量，等待着发动最后一击。蒂亚卢卡在积蓄力量发动时光咆哮，与此同时，帕路奇亚也在为释放亚空列斩做准备。两者在释放的同时，达克莱伊强行进入两者之间，并在自身周围形成了黑色能量球体，成功吞噬攻击并暂时固定住蒂亚卢卡和帕路奇亚。这里是大家的庭院，达克莱伊大声吼起这句爱丽丝祖母曾经对他说过的话。没错，达克莱伊想凭一己之力守护这个属于大家的花园。因大石舔的苏醒而恢复正常的男爵终于相信达克莱伊不
不是敌人。小智和小光加入了攀登高塔的脚步，却发现达克莱伊的能量球在不断的被削弱缩小。不一会儿，蒂亚卢卡和帕路奇亚挣脱了束缚，两只神兽受够了达克莱伊的捣乱，同时从两侧发动了攻击。在失去防御能力和能量的情况下，达克莱伊终究无法挡下这毁灭性的一击，只能慢慢的飘向上空，并逐渐瓦解。所有人害怕的看着这一幕，他们深知随着达克莱伊的消亡，他们再也无法抵抗两大神兽的碰撞，而导致的时空瓦解。爱丽丝也因为达克莱伊的牺牲而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多尼欧随即承认，如果时光咆哮与亚空列展再一次发生碰撞，他们所在的空间将会完全瓦解。小智和小光终于到达了塔顶的乐器处，却发现电力供应中断了。于是小光的帕奇利兹和小智的皮卡丘全力释放电击，并成功让机器恢复了运转。阿拉西翁的优美旋律在小镇仅存的地方响起，其实大家不妨仔细听一听这段旋律，其实可以让原本急躁的心情舒缓下来。在乐声中，时空之塔发出了耀眼的光芒，紧接着时空之塔左右两侧开始伸出巨大的金色羽翼，整座时空之塔给我一种如阿尔宙斯复苏般耀眼的感觉。歌声不仅成功的平复了两只神兽的情绪，更是将帕洛奇亚的伤口治愈了。蒂亚卢卡菲离帕洛奇亚也将白羊镇带回了他原本属于的次元，并使他重归原状。虽然城镇恢复了，但大家的心绪却没有。众人哀悼着达克莱伊的消逝，并感谢了他的付出。小智和小光流下了眼泪，并认为他们再也不可能与达克莱伊重逢。小智刚要离开，突然瞥到了断壁上那熟悉的阴影，他和众人都回头看向天空。达克莱伊以英雄似的姿态站在时空之塔的塔顶，爱丽丝见到立马开心的紧紧拥抱着东尼欧。不仅仅是他们，每个人都为达克莱伊的安然无恙而感到宽慰。众人看向凝视前方的达克莱伊，故事最终在激昂的歌曲声中结束。小智、小光和小刚即将迎来他们的下一次冒险。决战时空之塔是一部具有好莱坞电影风格的剧场版，战斗场面宏大，剧情笑点充分，故事极具感人。其实在这部影片中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反派，代表噩梦的达克莱伊这个看上去是反派的角色，实际上是善良的宝可梦。这种戏剧性的反差也让人眼前一亮。其实不论是宝可梦还是人，都是无法决定自己的出身的。达克莱伊生来就会给大家带来噩梦，他无法决定或是改变，即使他心地善良，大家因为讨厌噩梦，自然也就讨厌他。但我们应该要学会拥有像爱丽丝祖母那样的包容心与善解人意，不要因为一个人的外表或是固有成见之类的东西去决定他的本质。所谓与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试想一下，如果爱丽丝的祖母没有这份美好品质，也如同其他人一般没有善待达克莱伊，把达克莱伊赶出白羊镇，那么达克莱伊的心结永远也不会被解开，就更别提守护白羊镇，为小智小光登上塔顶争取宝贵时间了。如果有更多的人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话，世界也会变得更加美好。